我反對 G2。為什麼很多人講到 G2 就寒毛直豎？就是因為美國在過去的為所欲為。委內瑞拉的開啟是這整個 G2 大戰略的鳴槍起跑之點。G2 就是美國發動新冷戰失敗的直接代價。但是當美國全力推動 G2 的戰略轉向的時候， G2 的形勢必然加諸在中國的身上。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G2 是什麼意思 ？G2 是川普在2025年的年底11月的時候所提出來的國家安全戰略，簡稱 NSS 哦。這是美國歷任的總統都會根據他每年的這個國家的安全呢，進行一個策略化的推展哦。對美國來講哦，他所認定的勢力範圍，除了美國所在的北美洲，還有南美洲，特別是加勒比海要牢牢的扼控哦。另外是什麼呢？針對歐洲，當時川普提出了一個叫 G2， 另外謠傳。G2 之外有所謂的 C5， 就是所謂的核心五國論，美國、中國、俄國、印度還有日本。你會發現核心五國除了美國是在西半球之外，其他的都在東亞，只有俄國你可以說是它是跨一個歐洲到東亞的一個距離。在這核心五國論後來當然是被川普所否認的啊，沒有俄國之外的歐洲，沒有非洲國家，沒有南美洲國家。那這裡也順便提一嘴，我是從一個歷史學脈絡的角度來觀察的。2025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川普的上台，他的上台徹底的改变了美國歷來以來的策略，也就是在1945年聯合國正式成立，美國成為聯合國5常的創始國了之後，一直到2025年哦，這當中整整80年的時間，美國所奉行的一個什麼全球化，或者我們可以把它稱為一種世界主義，也就是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它應該也理應做全球治理的工作，所以這個美國的國策徹底的放棄的轉向，其實是一種退縮啦。它退到1945年之前，美國所具有的樣態是什麼？美國在19世紀末開始徹底的崛起，門羅主義的提出其實已經回到門羅總統是19世紀的20年代的時候了，那更早。可是我們如果真要講美國的一個樣態與帝國爭鋒的樣態，主要是在南北戰爭之後的高速的發展，那美國在那個時候確實嘗盡了甜頭，他開始實施全球的戰略擴張。首先把门羅主義覆蓋到什麼？整個美洲最經典的那句話就是什麼？美洲是美洲的美洲。具體執行的方式是什麼？在外部勢力干涉前，這個外部勢力是什麼？主要指的是歐洲列強。干涉美洲國家之前，我率先進行干涉，並且拒絕域外勢力對美洲的干擾。美洲簡單來講就稱之為3個字叫後花園，這是美國原本的國策。但是到了我們剛才講了二戰之後，它奉行的是一個全球治理、全球盟主的角色。但這個盟主具有強烈的霸道屬性，只是在1950年之後，美蘇之間進入了高強度的冷戰對立。那在冷戰對立呢，除了武力之外，因為兩邊武力都很強大，所以更需要表演的像什麼更擬人一點。所以在那個情況之下，美國它就成功的形成了我們上一輩人，甚至到我這一輩人，我是1988年的，都深受到這樣的風氣影響，也就是對美國具有一種不好聽的說，有一種仰望的態度。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呢，就會出現很多蘇聯是邪惡的，美國是絕對正義的，中國就應該跟美國好棒棒。這個裡面在兩岸都有這樣的傾向。台灣是強烈的親美傾向，而大陸呢是強烈的對俄羅斯或蘇聯有很強的防禦心態，因為大家知道中蘇交惡嘛。事實上，1971年2758號決議，當時尼克森總統飛到了中國大陸，跟當時的周恩來、毛澤東見面的時候，所進行的什麼，就是聯中制蘇。所以兩岸其實都有一種相對親美的情緒，至少在2015年之前是絕對的。所以呢，在這個邏輯之下，在討論 G2 的時候，很多人就會進入一種非常非常窠臼的狀況。就是他所想象的世界治理的模式，就是美國的治理模式，影響了整個世界人民的思潮。這也是我常常詬病的嘛。那台灣有些專家到現在還在蘇俄蘇聯的叫啊。蘇聯1991年就解體啦，35年了，他們依然在蘇俄蘇聯的叫，依然講到蘇俄蘇聯好邪惡，美國好棒棒。所以講到 G2 自然被聯想霸權。在蘇聯在的時候，它有一個超強的競爭對手，尤其1970年代是蘇攻美守的時代，美國確實應對的非常累，所以它看起來更加的好，溫良恭儉讓。最有名的就是卡特總統，叫好人卡特嘛。所以呢，曾經有一句話是這樣講的：他們不是表現良善，
他們之所以表現的良善，是因為我們來過，而我們走了之後，他們只會更加張牙舞爪。講的就是呢美國的一個本質了哈。所以我之前也跟大家一個概念嘛，美利堅合眾國跟美利堅帝國，這是2個概念哦。就美利堅合眾國呢，是看起來表面上是屬於整個美國的一個利益。美利堅帝國是什麼？美利堅帝國的背後其實是美国的精英統治集團、利益集團所架構出來，利用整個合眾國的力量來拓展自己在權力、在金錢、在產業、在話語權等方面的一個力量哦。所以美利坚帝国本來是很會演啊，因為呢，畢竟啊還有蘇聯在。一超多強時代呢，還是演一下啊，因為沒有什麼人挑戰他。但是當他的地位受到挑戰的時候，他不能維持那個從從容容、游刃有余的時候，他就會開始匆匆忙忙、連滾帶爬。美國呢，他的 G1 超強的地位呢，受到了誰的巨大挑戰？當然就是受到中國大陸的巨大挑戰。2001年中國大陸入世之後呢，大量的這個快速的崛起，然後呢，力量迅速的充實。原本以為在他的一個全球治理的底下，除了蘇聯之外，他的盟友或者是蘇聯解體之後，他依然可以掌控全局。最有名的事情就2個嘛，一個是法國阿爾斯通公司，另外一個是日本的日美半導體協議，這一些都是美國拿來對付挑戰者的一個具體的方式。可是面對中國大陸他遇到一個最強的挑戰是什麼？中國大陸的體量太大。即便呢，透過美國的全球分工體系，看起來每一個人賺到的是小小賺的很少很少很少，可是實質上他所積累的能量是巨大的。再來，中國大陸的政府非常的能夠掌控全局，他能夠把這些資源集中起來，集中力量辦大事，是當初美國所始料未及的一個部分。這因此呢，美國發現他必須分出力量來對付中國大陸，但是他發現現在一時船大難掉頭，他沒有辦法在短時間之內把所有的力量拿來对付中國，所以呢，先想辦法透過體系的力量來對中國進行防堵跟圍剿。這個就是在2018年開始的中美冷戰，那他就拉起他所有的盟友來圍追堵截中國大陸，但發現呢，對中國強度再怎麼高，似乎中國大陸都有辦法來規避。為什麼呢？因為中國大陸它透過了很多的方法，一方面也有國運的一個內涵。疫情在全球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反而疫情在當时整個中國大陸的舉國體制之下，反而得到極好的控制，而且維持了主要的生產，也对全世界有重大貢獻。為什麼？因為輸出了大量的醫療器材，全世界滿街丟，而且這個醫療器材的輸出也成為一種國力向外的展現，體系優勢的展現，還有什麼雪中送炭的展現。這是在關於在實質面的，在公衛方面的，在經濟方面的，在制度方面的，在情感方面的。所以中國大陸所建構的體系就会有更多的國家願意參與。當中比較有名的一個是什麼？一帶一路，還有一個呢是上合組織，還有一個是金磚國家，這些國家組織，跨國際的組織。那還有一個區域整合的，就是東協加3，後來形成了所謂的 RCEP。所以呢，到了川普上台的時候，他就必須揚棄他原本的路線，而且這當中還爆發了什麼？還爆發了俄烏之戰。俄烏之戰相當於是什麼？美國在圍堵中國的時候，試圖利用多線操作來徹底擊垮中國的一個方式，因為他發現圍堵中國並沒有辦法讓俄羅斯徹底的倒過來他們這邊，既然爭取不了就毀滅吧。所以呢，當時的美國非常的囂張，他想同時開啟雙線戰場。那結果沒想到俄烏之戰一打到現在快4年了，所以現在呢想抽身也抽不得，但是每個月圖耗消耗的大量的資源就留在那邊了。所以新冷戰的這樣的做法一定要調整，而它的代價是什麼？就是美國的一切。新冷戰的失敗讓美國的底色被看穿了，這個叫做利用外交、利用戰略的方式來調整，來避免全面的失敗。這個美國常玩比如說韓戰的失敗、越戰的失敗，讓美國必須全面的、更加深度的去聯合中華人民共和國來對抗蘇維埃聯邦，聯中制蘇。這個叫做什麼？用戰略的轉向、跟放棄、跟犧牲來拯救戰略的危局，這是美國慣常所使用的方式。他所犧牲的是誰？絕對是那些小國。例如韓戰的失敗，犧牲的是韓國，而是朝鮮的統一；越戰的失敗，犧牲的是什麼？犧牲的是南越的千千萬萬居民。最有名的西貢鐵拳，棒打出去一樣。再來 G2， 其實就是因為他在新冷戰的失敗所造成的直接性代價，他必須也被迫承認中國全面的崛起，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確實力量相當強大。為此，他不由得第一減低對韓國的直接控制力，所以這給了韓國巨大的空間。而李在明就是驅破了這一點，所以李在明非常的聰明。李在明先飛去日本，再飛去美國，跟川普會面之後，
他就做了一件事，接下來他就來部中韓元首會，然後接着他就去了北京。因為呂在明區破了這一點，所以美國現在在韓國的駐軍也有所削弱，對韓國部隊的直接的控制力也有所削弱。那第二個就是當中日衝突的時候，美國對日本的處境是不聞不問，也恰巧美國利用了日本人想要擺脫和平憲法這一點，所以日本願意自己迎難而上，那是他的事情，他願意頭鐵去撞頭破血是他的事情，反正我不會表態，然後我還打電話叫你說你不要太過頭。所以現在高市早苗非常低調，高市早苗最近在幹一件事是什麼呢？他趕快來宣布他即將來舉辦參議院的大選，他解散了參議院。原因是什麼？因為他知道再這樣耗下去是沒有辦法的，他必須盡早的豪賭。那這個是超級無敵快，高市早苗才上任沒多久啊。那為什麼賭的就是他現在還有70幾%的支持度，要趕快擺脫極右翼的鉗制啊！如果不擺脫極右翼的鉗制，高市早苗不用幹了，就僵在那邊，僵在那邊會被制裁的更慘啊！現在已經被軍民兩用清單制裁到，那是制裁到骨髓裡面的。但是從長遠來看，高市早苗做的這個賭注是對的還是錯的？我跟你講，這絕對是對的。而這個也是高市早苗並非一個無智之人啊，因為事實證明你的極右翼的路線是徹底錯誤的嘛。所以呢，我現在解散之後，我可以掌握整個國會，而且我也不用受制於更右、更極端的日本維新會。所以這樣的調整呢，你可以看得出來，高市早苗在做出一些他的一些動向了。這個都是什麼？這個都是美國把日韓作為他在新冷戰圍堵中國失敗之後作為棄子的一個展現。我們覺得美國駐軍日本是遏制中國出海，可是當美國的勢力後撤，但駐軍撤不了，因為這個是礙於什麼二戰格局，而且這個二戰格局是誰跟誰提的啊？是川普跟習大提的。當然這是個雙向啦，中美之間的共識就是二戰格局不能破嘛，所以川普會退出一大堆的，退出了66個聯合國跟非聯合國的組織，其中31個是聯合國，一個35個是非聯合國的國際組織，但他絕對不會退出安理會。所以對日本來講，本來極右翼的算盤是美國在亞洲的後撤是日本在亞洲前進的一個契機，就美國對日本的控制力減弱。可是問題在於說，美國的後撤反而給日本減少了支撐力。當日本說那我給予更多的主導性，所以日本才講什麼緊急事態嘛，台灣的緊急事態可以擴大解釋自衛權嘛。簡單來講啊，就是藉由擴大解釋自衛權來重新拿取開戰權嘛。但這個事情並沒有成功嘛，反而是因為美國後撤了，他給予你的支持減少了，但是他給你的格局跟框架定在那邊，而中國大陸把軍艦開到4國南方的時候，開到這裡的時候，穿越宮古海峽開到這裡的時候，你日本怎樣反而動彈不得。所以對高市早苗來講，這驗證一件事，就是極右翼想要走的安倍路線是不可能會成功的嘛，因為這個成功有賴於美國的支持啊，但美國不支持，你自己衝，但中國太強大又衝不過去，那怎麼辦呢？要改換路線。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從北京到首爾到東京，它其實是一條直線。這個連線是什麼？叫中國出海線，先是黃海，再來是東海，這是兩段式的。現在高市早苗他只要大選改選成功，他就可以擺脫目前呢的一個制約的部分。所以李在明看得很清楚啊，安頓了美國的心，就全面奔向了中國。東京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因為我剛才為什麼特別畫那條線呢？因為中國的出來一定是先韓國再日本。那我就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G2 到底在談什麼 ？G2 不是一個體系，它是個格局。什麼格局？就是世界上會有2個強大的國家，各自用各自的體系在做他想做的事情。中國大陸的體系我說過叫 C+N， 即中國是強大的，那加 N 是加什麼意思？加上多極化的世界。而因為中國足夠強大，所以多極化的世界會繞着中國轉，這叫是中國的自信。但是美國人是這樣，你跟他講 C+，他聽不懂啊。美國人不能接受多極化的世界啊，在他的邏輯裡面，世界上只有3種樣態。第一種叫什麼？列強世界，因為打從美國誕生之後，它就是個列強的世界，帝國主義橫行的時代，有強權幾公里。第二種是什麼？2大壁壘的時代，真正的 G2 就是美國跟蘇聯。第3種是什麼？林北是老大，我獨強的時代。它只有3種邏輯，這3種邏輯你總要講一種他聽得懂，他沒有辦法理解什麼叫多極化啊，互相尊重啊，他不能理解什麼叫做天朝觀裡面雖然中國為上國，但是平等對待各個藩屬國，大家自己決定你自己要怎麼來跟中國相處，他不能理解這個概念。這才是為什麼在講 G2 的時候，你可以聽到北京這邊的說法是什麼？中美關係是世界的巨輪，中美穩定則世界穩定。過去說沒有那麼嚴重，世界很大，大家各自安好，各安一方，大家也可以合作啊。現在不是啊，你得主動站出來跟他說，我們都很大，我們一起幹，
我們幹得好，世界就安定了。你不跟他回應 G2 的邏輯，美國人聽不懂，你知道？他會恐慌啊，他會搞事啊。以美國的實力，他搞事，世界就震盪啊。因為他們的歷史邏輯太短了嘛，只有250年，也就是個250。你要一個250，怎麼能夠體會5000年的歷史呢？美國從來沒有見過什麼叫做真正偉大強大的中國。美國人來到中國的時候是19世紀末美西戰爭，美國占贏了西班牙，然後什麼取得了古巴，還有就是菲律賓。最重要的就是個美西戰爭。因為拿到了菲律賓，所以美國來到了亞洲。一來到亞洲，發現這中國怎麼是人家盤中孫啊？被人家瓜分了，快死了啊。當時叫做瓜分危機。結果怎麼辦呢？美國人看一看，不行，這樣搞下去哦，我無力住處啊。所以呢，美國就當時聯合他前宗主國，也是他的兄弟之國，當時全世界最強大的大不列顛帝國嘛，就是當時的日不落帝國英國嘛。所以两邊呢就一起提出了什麼叫做門戶開放政策。所以对美國的邏輯來講，來到中國，中國好弱啊。再來第二印象是什麼？要怎麼樣賺中國的錢，就叫他門戶打開。終極版的門戶開放叫什麼呢？就叫做全球化。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美國人對於中國的想象就是只要全球化了就可以賺中國人的錢，只要能賺中國人的錢，中國就會改變它的樣態，變成跟美國很像。這是什麼想當然爾的邏輯呀？但是他们就這樣想當然，因為他們的歷史就長這樣啊。個人行動之依憑為經驗嘛，集體行動之依憑即為歷史嘛，歷史為眾人經驗之結晶總結教訓嘛。所以為什麼歷史叫鑑往知來？我剛才已經跟大家講，日本提前大選，其實從宏觀格局來看，是應對着美國的 G2 所劃分之下的。但美國所理解的 G2 跟中國所要的 G2 的邏輯是完全不一樣的哦。我們先講講美國，美國先去搞了委內瑞拉，在搞委內瑞拉之前呢，在抓馬杜羅之前的美國總統川普，他打電話給各大石油高管說，我準備要去搞委內瑞拉了，到時候記得去投資啊。以委內瑞拉為首啊，它產生了大量的這個種植原油呢，源源不絕的。即便在馬杜羅的前任查維茲總統的時期，委內瑞拉也是一邊頂着美國制裁，一邊賣種植原油給美國。後來加拿大的產量上來之後呢，種植原油就源源不絕的輸送到美國來進行煉化，所以這也是為什麼美國敢於制裁委內瑞拉，其中原因是因為他找到了重油的替代源，怎麼樣在既有的體系之外創造新的利益，而這個利益可以歸他所運用，這也是個重點。在這些的想法之下呢，美國為什麼開始瘋狂的拉 G2 霸權？因為時間對他們是越來越緊迫了，眼見着中國大陸一腳就懟出來了，先是搞了日本，接着又搞了正义使命2025，完全都沒在演。而且呢，整個南海地區原本拿來做槓桿的菲律賓是如此的不堪，如此的難當大任。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最近啊頭很痛啊，因為菲律賓的整個治水的弊案啊到現在啊延燒不止啊，所以整個菲律賓現在啊非常的動盪。然後韓國已經跑了，所謂的第一島鏈韓日台菲這4個政治實體啊，每個都出狀況。台灣的賴賞完全沒有能力控制住局面，大罷免也變大失敗，搞大違憲在野黨也沒在管你的。現在看起來2026年光是一個黨內初選都搞不定，把柯文哲放出來想說列解藍白好像也沒有成功。所以呢，為什麼美國現在急呀？還有呢，對於川普來講啊，有2件大事嘛，一個是最近啊伍德 Good 一個三寶媽 ICE 當街打死，在 Minneapolis 在這邊，而且他還是個軍眷，重點他是公民，他是個白人。ICE 呢是美國的移民事務局，專門在抓非法移民，結果現在搞得全美國現在啊大規模抗議此起彼落啊，所以現在全美亂成一鍋粥啊。而且本來在去年哦，反對川普的力量就逐步在集結，叫 No Kings， 當時全美就搞了700萬人出來了，所以這個事情對川普壓力很大。而且11月就在台灣要地方大選的時候，美國也要期中選舉。什麼是期中選舉呢？美國是這樣哦，每隔2年要改選1/3的參議員，全部的眾議員400多席全部要改選。通常期中選舉對於執政者是比較不利的，所以我說他落實這個 G2 格局，所以他趕快打電話。但問題在於說，現在人家在既有的格局下就賺得盆滿缽滿了，把我叫去還要額外投入1000億美元啊！我的天，所以人家不願投嘛。然後川普之前說出狠話，說第一個我是委內瑞拉的臨時大總統哦，他自己在出 social 上哦，自己寫的哦，他還把他給 P 圖啊，人瘋起來什麼都可以。你那個尤其是誰呢？不聽話 ExxonMobil， 你這不聽話的家伙，說他是自作聰明啊。然後這個 Darren Woods 也是很硬啊，他說啊，目前委內瑞拉的法律商業架構根本不具投資價值啊，而且我們公司在那邊2度被沒收，除非美國有重大的法律改革並
提供持久保護資產投資，否則根本難以重返。因為埃克森美孚啊跟這個康菲石油總共啊被沒收超過130億美元，那這個東西川普就不用玩了，他好不容易撈了這些錢，然後結果又被你這些巨頭給扣走，那撈到什麼時候啊？所以你看如此的狂，真他媽的狂，這裡面就形成一個利益的衝突鏈嘛。對川普來講，趕快創造新的利益，而這個利益透過他來槓桿，他可以賺到更多。但是對這些石油公司來講，你川普連控制委內瑞拉都控制不了了，你怎麼可以跟我遑論說後面的投資有辦法呢？再投下去不是投一個無底洞嗎？我們現在煉重油光是靠加拿大的重油就足夠消化產能了，不需要再搞事情。川普說啊，現在當前首要任務是什麼？重建石油基礎設施，否則的話沒辦法變現嘛。這就是現在川普最大的頭疼啊。那在這個之外呢，川普繼續威脅必須拿下格陵蘭島。川普啊一直不願放棄動武這個舉動。那川普現在在想什麼呢？他直接說啊，格陵蘭的防務是狗拉雪橇啊，一定要拿下來。那為什麼一定要拿下來呢？因為啊，中俄會先拿下來。那格陵蘭的重要性，你如果從俄羅斯拉一條線，大部分時候都會經過格陵蘭。所以格陵蘭其實作為一個美國防止俄國，甚至更南邊的中國從北極打飛彈這樣的方式的話，基本上它是一個絕對的前情預警的基地。所以格陵蘭具有絕對的戰略價值，不僅只是它本身擁有的豐富礦產，例如說呢，什麼金礦啊、鋰礦啊，什麼石油、天然氣這些都是，但是它的位置更加的重要，因為 G2 就是門要關起來，鞏固自己的勢力。所以你看哦，對於美國來講哦，委內瑞拉剛好波多黎各再往北邊就到了什麼格陵蘭，這裡是不是一條線？所以它其實什麼？第一個它是北邊的屏障，第二個它可以監控來自什麼？來自中俄這邊打過來的彈道導彈。第三，它可以做北極航線監管。第四，從委內瑞拉往波多黎各到格陵蘭拉成一條線，其實就是整個 G2 的防衛陣地，並且有了格陵蘭還可以怎樣？直接扼控從俄羅斯到這個歐洲的北部。那面對這樣的狀況呢，中國依然照着自己的步驟在往前走。比如說什麼呢？2026中非人文交流年，大陸依然在布局自己的 C+N。所以就會看到啊，這次呢突然冒出了一個什麼，在目前在南非上演的什麼叫做和平意志2026海上聯合演習，是參與軍演的大陸的軍艦啊，叫唐三艦啊，叫唐三艦。它其實是從吉布地港派出去。為什麼是從吉布地港？因為它其實是參加護航任務編組啊，這次派了唐三艦跟一艘補給艦去南非來參加金磚國家的首次聯合軍演啊，這是過去從來沒有發生過的，那這個呢，都是屬於中國在亞丁灣的護航特遣部隊。為什麼會在亞丁灣護航呢？因為是紅海的入口，主要在哪裡？在吉布地。吉布地有一個海灣保障基地，主要是這裡的海盜太猖狂，所以相當於是直接從吉布地啊，就派了艦隊去南非參加聯合軍演。這個軍演實質意義、戰略意義是不同層次的。從戰術層級來說，意義其實沒有到很大，但從戰略層級來說，意義非常重大，因為這個是金磚國家首次出現的安全合作項目。所以你看金磚國家會員現在有誰呢？中、俄、巴西、印度、南非、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聯酋、伊朗、埃塞俄比亞、印度尼西亞，這個是金磚成員國，金磚夥伴國更多這裡有幾個細節這次的演習主辦方是中國海軍，邀請各方共同籌劃、協調對接。聯演期間呢，參演官兵將全面展開交流，深化學習借鑑，加強團結協作，增進友誼互信。並且呢，提到此次演習在提升海軍間之協同能力，鞏固友誼，並重申對和平、海上安全、相互理解的共同承諾。關鍵是這幾個，就是在於說中方的主動。而且呢，你如果有聽那個現場演說，他說過去幾個月，所以有人會誤會說這個和平意志2026是不是對於川普在委內瑞拉的抓捕行動的直接回應？錯也對，錯的是人家這個早就已經鋪陳好了，對的是這確實是對美國所想象的 G2 霸權的一種直接性的一種抵制。你想象你的霸權，而我做我的一個 C+N 多极化的一個排布，你就想這其實就是对美國的霸權的一種控訴。而且呢，講白了，現在全世界上最希望全球化的是誰？是中國大陸啊。因為只要全球化，對大陸來講
沒有什麼市場是不能夠透過市場一般的運作成功的。中國大陸有全世界最強大的產業鏈，有幾乎所有品項，誰工業強誰希望全球化，不是很簡單的道理。美國當年為什麼跑到中國說要門戶開放？你以為美國只有在中國提門戶開放嗎？美國到哪裡都在搞門戶開放啊？為什麼美國到哪裡都在搞門戶開放呢？因為對他來講，當時美國是19世紀末世界上最強大的工業國家，去哪裡就贏哪裡嘛，他有什麼好害怕的？但是中國不一樣，中國是已經在一個已經全球化的世界裡面成長起來的。所以全球化對於現在的當代的中國來說啊，那不僅是一個什麼，是個願望，更是 DNA 啊。中國就是因為全球化而偉大的，所以越開放對中國越好。而在美國哦，它的全球化是什麼？它的全球化叫做產業分工，站在上面的人永遠要賺最多，拿最多，分成最多，比例最高，利潤最高，毛利最高。所以你看，蘋果公司的毛利是多少？鴻海公司的毛利是多少？這就是這個整個世界邏輯的不一樣。中國的居住是什麼？我作為負責任的大國，我負起這個責任之後，我創造了繁榮，共享全世界。一個是全世界供給我的繁榮，一個是我創造繁榮，共享全世界。兩個都是繁榮啊，但是它的繁榮的底層核心邏輯是完全不一樣。當年奧巴馬怎麼說的？ Chinese citizens have the same living patterns as Australians and Americans do right now. A very miserable time. The planet just 核心的話語是什麼？美國人就過不了好日子，這是美國人的核心邏輯。美國人為什麼老是這樣思考問題呢？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來，美國人打從立國開始啊，就是搶土地、搶女人、搶資源、搶水啊。比如說這裡有一個世界上聞名的大峽谷，但這個大峽谷裡面的多數的水源被誰劫走了？這個叫科羅拉多河，經過了什麼？科羅拉多創造出舉世聞名的大峽谷。他們在科羅拉多河上修了一大堆的水庫，把河水都給劫走了。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胡佛水壩嘛，提供給拉斯維加斯。所以美國人的邏輯就是搶。美國今天的偉大是靠搶來的。那你想哦，美國的擴展就是一個搶奪史嘛。比如說美國當初想要德州這塊地怎麼搶呢？很簡單，讓德州先獨立，叫孤星共和國，德克薩斯共和國，然後就以此為借口跟美國人打了美墨戰爭。打完美墨戰爭之後呢，就把整個今天新墨西哥州、內華達州、加州、奧勒岡州、華盛頓州這一大片的土地全部帶走。那他看到了格陵蘭，他現在的主人是丹麥，看到丹麥那個小拉不點，你對吧？美國這麼大只放了一點在裡面，他難受啊。看到丹麥那麼小卻可以擁有格陵蘭，他更難受了。所以放了又不屬於你，然後呢又這麼的重要，又如此的對川普來講那麼有吸引力，能不據為己有嗎？這就是為什麼格陵蘭到目前為止川普整天心心念念的。所以我認為他一定要拿，氣氛都烘托到這個上面了。對現在的美國來講啊，跟大陸打架很難分勝負嘛，就像拿了30公分的尺，在大陸也有一隻可能是29公分的尺啊。那這個小孩子喜歡拿尺來當擊劍，對不對？彼此擊劍一下，誰贏誰輸不知道。而且啊，與其去跟大陸這樣硬碰硬啊，不如跟大陸手牽手啊，把這世界給分了。所以對於目前的美國來講，他只好跟丹麥、跟歐洲說 sorry 了，因為我很大，你忍一忍。說到回來哦，現在的美國還繼續在講些什麼呢？他現在又說他要去拿古巴、拿哥倫比亞，但我覺得這個都是嘴炮啦。以目前美國實力是拿不了啊。不過倒是有一件事情，我們做一些補充啊。伊朗跟中國沒有絕對的軍事同盟關係哈，伊朗跟中國更多啊是在潛在的經濟利益合作上。當然戰略地緣那肯定是有，因為畢竟中國現在跟中亞關係非常的好嘛。但伊朗現在危急嗎？既危急也不危急。為什麼？如果夠危急的話，伊朗不會把艦隊派到南非去。然後再來呢，現在伊朗的狀況是什麼？伊朗真正的盟友是俄羅斯，就跟委内瑞拉真正的盟友是俄羅斯，只是因為俄國現在確實實力有限嘛。其實伊朗它雖然沒有辦法阻止美國的滲透，但是因為伊朗怎樣？第一個，伊朗地形極其複雜，極其複雜。伊朗是一個高原盆地，但它也不是完全高原盆地，它有一些比如說平原，比如說在里海沿岸的平原啊，這高原裡面又有沙漠，又有山谷，很複雜。然後呢，再來整個伊朗的人口組成非常複雜。
這就是我給大家做補充的，就是說美國在搞 G2 的時候，它最大的犧牲會是什麼？就是它的手沒辦法夠得這麼長，你要再夠到伊朗，肯定是非常有限。現在整個中東地區沒有一艘航空母艦，請問你怎麼夠？當然是沒有。所以伊朗在這一局裡面，我認為除非有重大的變亂，否則目前為止，就算現在說鎮壓已經死了上百人甚至上千人，但是這場所謂來自城市階級對於經濟下滑的不滿，對於現有體制不滿的一場怒火，因為串聯很困難的原因，大概率是非常難整個遍地燎火。所以在这樣的結果是什麼？這樣的結果就是伊朗這一場所謂的抗議的活動大概率最後會變成什麼？變成教士階層對整個權力抓得更緊。伊朗現在的民選政府會更加的邊緣化。你說這件事情對 G2 是什麼樣子？其實這就是 G2 格局之下你可以看到的。因為美國力量的衰退，看起來它會創造一些亮點，但實則則是對全世界秩序掌控的衰弱。所以更多的勢力會風起雲湧，區域性的鬥爭會更加激烈。各個國家內部，不管是親美派或反美派，彼此的鬥爭也會劇烈化。反美派就想去打親美派，而親美派可能也想最後一搏，就會造成更多的動亂。所以全世界的動亂就會此起彼伏啊！這也給中國的多極化展開騰出了巨大的空間。所以我說啊，為什麼這個 G2 格局來的時候，你不要害怕，你不要覺得說，哎呀，一股腦就反對說中國就不會搞 G2 啊，你幹嘛一直應和美國人的說法呢？我看到很多人在罵我這件事，我知道，可是其實是他們沒有搞懂我的意思。我當然反對 G2，因為我反對霸權嘛。但是我也必須講啊，世界就不是因為你反不反對或喜不喜歡或討不討厭它就會變化的嘛。所以總結啊，美國狂拉 G2 霸權其實是急了，也是一種美國加速衰落的一個過程。也是一種實質，然後會攪得整個全世界上風雲變動、亂七八糟。其實我最期待的是他強奪格陵蘭，他一旦強奪格陵蘭，更顯美國霸權的衰弱。而中國多極化的展開，原本是相對被動，或者是比較溫吞的慢慢走，但是隨着美國霸權的快速衰落，國際秩序需要填補空白，所以你會看到，即便像這種金磚本來是一種所謂的經濟合作，他反而會講進一步自己主動去拉群，主動去規劃，拉更多的安全事，借由擴展安全事務，推展所謂的和平意志的概念，在全世界上拉幫結派，而且更多的國家因為美國這樣肆無忌憚，他更願意怎樣團抱小聚。